大家好呀，我是雪梨安。这次我搭的飞机呢，是从雪梨到杜拜，再到西班牙，所以我非常幸运的接受了 Emirates 的3个舱等：经济舱、豪华经济舱、还有商务舱，而且全部都是最豪华的 A380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升舱，豪金到底值不值，商务舱真的有那么爽吗？那你就点对影片了。到底这3个舱等差在哪？我会一次全做给你看。你说为什么没有头等舱？当然是因为我没钱啊。好，先从经济舱开始。我原本想拍个什么完整开箱，但我不好意思拍，因为太挤了，加上太困，所以我只拍到了3餐。没错，就3餐。至于舱内，那我就直接给你看网路图片吧。一进去就是那种经典的3-4-3排位，机上娱乐系统的影片非常多，所以不会无聊。座位其实还算宽敞啦，腿部空间勉强够深。还有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，我那时候特别挑了一个靠近厕所的座位，想说上厕所方便嘛，结果大错特错。因为那一区是婴儿区，上面那个小标志其实是婴儿摇篮的位置，然后我就被360度婴儿环绕，一整路魔音穿脑，睡都睡不好。但好在食物部分意外的好吃。午餐一是米粒面沙拉，主菜是炖牛肉配马铃薯泥、甜椒和荷兰豆，虽然看起来很丑，但肉很嫩，马铃薯泥好吃。甜点是巧克力蛋糕。午餐2是烤鸡配奶油胡椒酱和香料饭，配西班牙风的马铃薯沙拉。然后你猜甜点是什么？没错，又是巧克力，这次是巧克力慕斯加焦糖酱。Emirates 真的很爱巧克力，但我还是想问一句，为什么不给椰枣呀？早餐则是有优格、马芬、新鲜水果、自选的奶茶，还有一个热腾腾的起司蛋三明治。三明治是烫的，很赞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飞机餐永远只吃主餐和面包？是的话请举手，因为甜点通常都很难吃，沙拉跟水果又超冰。拜托，我都在3万英尺上空了，谁还想吃冰块啊？不会只有我这样吧？整体来说，以经济舱来讲，算蛮丰富的。下机的时候，我虽然头发乱掉、黑眼圈爆炸，但至少吃得很饱。接着是豪华经济舱，一上机我就觉得，这舱明显不一样，是2-4-2的排位，有脚垫，有腿靠，还有那个柔软的皮椅 ，USB-C、USB-A， 大萤幕都有。一坐下就有迎宾饮料跟瓶装水。过夜航班还直接给洗漱包，里面有抽线的袜子、纸片薄的眼罩、耳塞、不错的牙刷，没给我广告费的牙膏，一次配好。不过我在选位上又失算了，我选位的时候还特地挑旁边没人的，想说可以横躺睡觉。结果没想到豪金的手把根本掀不起来，唉，横躺的梦碎了。好在有食物来疗愈我受伤的小心灵。餐饮部分菜单设计相比经济舱明显更精致，有前菜、主餐、甜点，用的还不是那种丑丑的加热餐盘，而是 Royal Doulton 的瓷盘和不锈钢餐具。轻食的部分给的是玛格丽特披萨，还行啦。早餐是季节水果、优格燕麦、起司欧姆蛋配香肠、马铃薯、菠菜，旁边还附可颂跟一瓶可爱的小果酱。整体看起来赏心悦目，但味道就那样吧，不是不好吃，只是这种西式搭配吃来吃去都是一个样。就像去吃 brunch， 无论去哪一家，不管装潢多文静，翻看菜单发现都是一样的 copy and paste。午餐的前菜是烤南瓜和羽衣甘蓝、藜麦沙拉、石榴籽和杏仁。甜点是香草蜜桃蛋糕加覆盆子菱乳和开心果粉。主菜是炖牛脸颊肉搭配奶油玉米粥，烫熟的红萝卜和欧防风，肉居然还带点橘皮香气。好累。我真的觉得他们为了和经济舱区隔，就是把什么能加的都往盘子里撒，有一种为了看起来比较高级而努力堆食材的感觉，但是好吃的啦。
豪金是有自己的独立厕所，空间蛮大的，木纹看起来也很高级，还有一个全身镜，加分。整体来说，豪金的升级感真的有，从食物到座位都有明显差别。但要说睡得比较好吗？老实讲也没有。椅子是比较能躺没错，但我还是腰酸背痛。好，插播一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考虑订阅，顺便帮我留言、按赞。我还有一整个西班牙的 vlog 还没剪出来。好啦，我们回到飞机，然后就是商务舱啦。但我们先从贵宾室开始，这里是澳洲雪梨的 Emirates 贵宾室。整体就是很 hotel 早餐 buffet 的风格，菜色不算多，但每一道都还蛮有诚意，至少不是那种很便宜为了填满 buffet 而存在的菜。我要特别推荐这个风干和牛配豆蔻鸭苹果、辣根奶油和火箭菜。好好吃，我连吃了2盘。厕所也很漂亮，就是那种走进去会自动挺胸，开始觉得自己很贵妇的环境。要 check in 时会有广播通知，所以不用怕错过。好，终于来到商务舱啦！这个舱采用121排位，并位于上层甲板。最大特色就是可以全躺平的座椅，还有空中酒吧，是真的有吧台、有调酒师、有灯光的那种。在选位上，这次我终于选对了，强烈建议爱人选 A 或 K 的窗位，因为有窗又有迷你吧台隔开走道，隐私度上升。一上飞机就会先送上一杯迎宾饮料，接着空服员会发过夜包，是宝格丽联名款，非常难打开。里面有香水、乳液那些小东西，比较特别的是还有小镜子跟止汗剂。真的是很贴心，然后还会送睡衣、拖鞋和眼罩。睡衣材质真的很柔软，好穿到我旅行回家都还在穿。女生穿 SM 号就刚好。座位本身真的很宽敞，还有免费 WiFi， 也会附耳机，耳机降噪效果很强。左手边的迷你吧台里有柜水和小零食。半夜醒来口渴可以直接喝，窗户甚至还是电动的，饮料也可以点特调，虽然都不太好喝，但概念我尊重。右手边还有一个超大的置物柜，你可以塞包包、塞电脑、塞外套，什么都可以塞。晚餐前会先送上综合坚果跟饮料，我点的是 Mocktail Apple Spritzer。基本上就是苹果汁和气泡水，普普通通，但坚果意外的超级好吃。我平常不吃坚果的人，居然把它完食。接着是传统阿拉伯开胃菜，我就不一个一个念出来啦，你们自己看。天哪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油醋皮也太可爱了吧！还有这个胡椒盐罐，看起来像玩具。怎么好像撒不出来？就是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里面，可是撒不出来。这是他刚才拿来的面包，温温的。可是这个全是冷的，这个饼，这个也是冷的，但蛮好吃的。来讲评一下，我对阿拉伯餐其实不是很熟，我其实是完全不熟，所以我吃不出个所以然。但出乎意料的都蛮好吃的，这些酱都蛮好吃的，就是可以接受的味道。然后这个稍微有一点腥味，但还是可以接受，但就是都很冰。
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么冰的面包，然后这些酱每一个都很冰，超级冰，如果能热一下就好啊！谁懂？我真的很想吃热菜。主餐我选了虾，用阿联酋香料煎虾，搭配奶油香料饭，里面还有焦糖化洋葱，超级好吃，应该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飞机餐，但就是太烫，真的太烫，真的是点对了，一定要点这个吃。甜点是波生梅起司蛋糕配莓果酱，蛋糕太甜不喜欢，然后这个又太酸，味道就是很洋人风，怎么讲就是一口下去得糖尿病的那种甜。我是到澳洲时间半夜1点才吃完晚餐，吃得很饱，很幸福，也很困，于是开始准备去洗漱换睡衣。商务舱的厕所真的很不错，空间大又干净，里面甚至还放了兰花，味道也很香。在厕所里卸妆洗脸，然后换上睡衣，这套真的很舒服。空姐还会来帮你铺床，虽然叫铺床，其实就是多加一个床垫，但效果很好，躺下去蛮舒服的。我戴着口罩睡觉，抬头一看，天花板还有星空灯，好美哦！结果真的睡得很舒服。这段航程应该是我少数在飞机上没醒来好几次的夜晚。早安各位，早上醒来之后，我先去空中酒吧晃晃。不过零食都被拿得差不多了，而且空间有点小，以我这个 I 人来说，有点不好意思拍照，所以我快速晃一圈就撤退。早餐我点了炒蛋配腌牛肉马铃薯饼、奶油羽衣甘蓝、炒蘑菇，旁边还有季节水果跟可颂。怎么听起来似曾相识？我就说西式早餐都差不多吧。这个是温的，所以不错。这个出乎意料的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个 potato， 然后还有加一些 mustard， 这个很好吃。Scramble egg 就是普通的 Scramble egg， 这个菜有点难评。这个香菇也还行。我觉得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试一次商务舱，你会发现长途飞行其实可以不那么累。好啦，3舱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完了。如果让你选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我自己是觉得飞到哪一舱不代表你的身份地位，选到最适合这趟行程呢，才是旅行中的刚好就好。如果你是坐长途过夜班机，然后下飞机就想立刻开始玩的话，这商务舱的确可以让你舒服的睡上一觉，等于帮你省了1晚住宿费。如果你比较在意餐点，然后要想比经济上稍微舒服一点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豪金。如果你搭的是那种白天或者是短程的话，那我觉得经济舱真的非常可以，它 CP 值是最高的，然后你也可以把省下来的钱花到其他的地方。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到你，也不要忘了看我的杜拜独旅系列，在这儿，我是雪莉安，我们西班牙系列见，拜拜。